不行啊，不行！你在哪里呀？再不来，工厂就倒闭了！哎呀！你可算到了！厂长和王董在会议室谈项目，眼看就要黄了，你快去救场啊！什么？我？是啊，只要你在，一定能成！快走！成不了！不管你今天派出谁来跟我谈，这1个亿的单子，签不了。这万兴怎么还不来？没有他在，我们厂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就要黄了。行了，我还有其他事儿，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王董，您再等等。我不行。王董，您再等等行吗？给个机会，王董。去呀！哎呀，王董，你长没长眼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王董腿疾严重，不能遭受任何碰撞。你把王董撞坏了，把你们整个厂子卖了都赔不起。等等，我的腿好像能动了。等一等，我的腿好像能动了。老夫坐了半辈子轮椅了，中医西医都看了个遍，医生都说没希望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居然让我站起来了！难道是因为刚才的撞击？哎呦，算命先生说我的腿要遇到命中贵人才能站起来，你就是我的贵人啊！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，老夫全都愿意给你。哦，那1个亿的单子，签，现在就签！不仅如此，我还要追加3个亿。太好了，万兴，你不愧是天生福星啊！干杯！万兴啊，你加入工厂以来，不管遇到再困难的单子，只要有你在，就没有拿不下的。我代表整个机械厂对你说一声谢谢。沈万兴！厂长，您别这么说，厂子效益好是大家的功劳，我只是贡献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力量。万兴啊，下个月我要出国参加技术研讨，这期间呢，我想让你帮我代管工厂。啊，顾总，您高估我了，我就是个小小的钳工，您让我修机械还可以，管理厂子我哪行啊？万兴，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，这次出国回来，我就要正式开始追求你。马上出发。先生，您的出国行李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啊，对了啊，我外出这个月啊，厂子我交给婉清了。婉欣，先生难道说的是我？他要把厂子交给我管理？婉欣，你不仅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而且还帮我把工厂管理得那么好。我爱你，我要你当我的厂长夫人。我外出这个月不在家，家里的事情就劳烦你照看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先生，您的工牌。先生是要把工牌留给我，只要我帮先生把厂子管理好，我就一定会成为厂长夫人。你他妈谁呀？你们接待工作怎么做的？不知道我是未来的厂长夫人吗？今天我大驾光临，门口连一个迎接我的人都没有。厂长什么时候有夫人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厂长的婚姻大事怎么会通知你一个底层工人啊？今天我第1天上任，我要好好整治一下这个工厂的不良风气。我宣布，你们几个上班期间睡觉，这个月的工资扣光。什么？你要扣我工资？我见都没见过你，你凭什么扣我工资？你还敢顶嘴？你信不信我开除你？疯婆娘，你敢动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姐您好，我是这里的临时主管，您是？什么小姐？叫我陆总。你就是这儿的主管啊？怎么连未来的厂长夫人都不认识吗？厂长什么时候结婚了？你们厂长昨天穿的是黑色衣服配咖色裤子，前天穿的是浅色衬衫配棕色皮鞋。如果我不是厂长夫人，会知道这些吗？难道她真的是厂长夫人？厂长不在的这1个月，整个厂子都归我管。我宣布，刚才睡觉的那几个全部开除。陆总，这些都是顾总高薪挖过来的技术骨干，您不能开除他们呀。是啊，而且我们昨天晚上熬夜修机械，现在是午休时间，眯一会儿怎么了？我看
不过是一帮只会摸鱼的废物。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我会命人在工厂的各个角落安装监控，24小时盯着你们。什么监控？这是工厂还是监狱啊？这就是我管理工厂的手段。等到顾寒哥回国，一定会被我的实力惊艳。好了，我要回办公室了，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小心点。哎，等等，那是厂长办公室，你不能进。这桌子里都是顾总的机密文件，你不能动啊！我可是未来的厂长夫人，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？顾总的抽屉里怎么会有你的照片？我的照片，陆总，您不知道沈婉欣是厂里的福星，顾总把她的照片放到桌子里，只是为了祈求好运而已。什么祈求好运？我看就是在勾引顾总。一个打杂的，手段还挺多嘛。我看你就是故意把照片放在顾总的抽屉里，好让他时常看到，然后爱上你。你怎么能这样造谣呢？大家都是女人，你什么心思我还不知道吗？像你这种只会狐媚惑主的人，留在厂子里就是个祸。我现在就开除你！什么？你要开除我？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就因为一张照片，没凭没据的，你就要开除我？陆总，您刚来这儿对这里不了解，厂里人都知道沈婉欣是厂里的福星啊，顾厂长跟她绝对没有不正当关系啊。好啊，你还敢说你没有勾引顾总？那这些为你说情的人，怕不都是受了你的蛊惑吧？陆总，您要开除我，这件事顾总知道吗？我可是未来的厂长夫人，整个工厂都是我的后花园。我不过是拔掉了其中一个蛀虫，还需要跟顾总交代吗？疯了！居然要把福星开掉，这简直是割了工厂大动脉啊！我都说了我要把他开除，你们还不动手把他赶出去？是要等着跟他一起卷不干滚蛋吗？陆总，沈婉欣是工厂命脉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可能赶他走的。好啊，你们这一群不听话的狗，留着也没用。你们现在都被开除了！凭什么开除我们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开除我们？凭什么开除我们？开除我们！真是的，凭什么？我们共事多年，他要开除我，我不想连累你们，我走就是。哎，婉欣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这和让工厂原地解散有什么区别啊？是啊，沈婉欣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了你这个蛀虫，工厂只会蒸蒸日上。我今天清走了工厂的这些废物，正好空出位置留给我的人做。合同准备好了，今天就可以签约了。等把合同签完之后生意会越来越兴旺的。来，喝。我没看错吧？这是顾凤机械厂吗？这人谁啊？怎么进来也不通报一声？哎，那个谁，对，就你谁啊？我是来找你们厂长的。陆总日理万机，行程安排的满满的，哪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你谁啊？顾凤机械厂什么时候换厂长了？沈婉欣在哪里？我来找他。我说呢，原来是来找沈婉欣的呀。我猜你就是他老家来的那个穷亲戚，想来我这攀关系，先别出凉快去。我攀你们的关系？王总是来签合同的，你们放尊重点。就你们也配跟我们顾凤机械厂签合同？我告诉你们，也就以前沈婉欣在的时候，会蛊惑顾总跟你们这种底层工人签什么几块钱合同，但现在不同了，有我在，你想都别想！你，这可是1个亿的合同啊！你就这么撕了？还1个亿？你们这种乡巴佬知道亿后面有几个零吗？来人，赶紧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滚出去！你可听着跟顾凤机械厂一起合作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以后别让什么阿猫阿狗都上门来跟我谈合作项目，我只接10亿以上的，这样才能让厂长看到我的实力。没你们什么事儿了，走吧。陆总，顾总来电话了。刚刚王氏集团取消了1个亿的订单，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？什么1个亿的订单？我不知道啊。陆婉欣，怎么接电话的是你呢？陆总，我刚刚查到了，王氏集团确实取消了和我们的合作。
是沈婉欣这个贱人。顾总，刚刚您的秘书告诉我，合同并没有取消，只是在走流程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，您不用担心。陆婉欣，工厂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让沈婉欣接电话，我要跟她尽快确认这件事。沈婉欣她刚刚出去谈业务去了，现在不在工厂里。好吧，好吧，我跟你说，这笔订单对工厂至关重要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你尽快让沈婉欣给我一个交代。陆总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慌什么？这样，你去跟陈氏、林氏、厉氏这3大机械厂的厂长说，我有意想跟他们合作，让他们厂长腾出时间约我见面。这1个亿的单子，我分分钟就给补上。沈总，顾风机械厂想和我们集团合作，这个是项目书。不必看了，刚刚得知沈婉欣离开了顾风机械厂，她要不在，顾风机械厂根本就不配和我们合作。沈婉欣天生是福星命，传闻有她在的工厂都会顺风顺水。林氏、厉氏2位厂长得知这个消息，都已经在抢人的路上，我们也不能落后，现在就出发。陆总，好消息！新闻上说3大机械厂的厂长今天集体出动，他们一定是听闻你要和他们合作，所以特地赶来我们工厂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，只要我陆婉欣一出手，这几个厂长都会上赶着跟我求合作。你们就别送了，再送我会舍不得你们。你们工作期间不上班，在这里做什么？陆总，沈婉欣今天要走，我们想来送送她。这个灾星离开工厂有什么好送的？你们上班期间不务正业，这个月的工资扣光。什么？我们不过送一下同事，凭什么扣我们工资啊？陆总，我知道您是对我有意见，有什么事儿您冲着我来，他们是无辜的。这个祸害今天离开工厂，你们要是跟着他踏出这大门一步，就永远别想回来。选我还是选他，你们给我考虑清楚。你简直欺人太甚！好啊，我反正也不想在这里受气了。婉欣，我跟你走。没错，我也跟沈婉欣走。我也是。等等，你们都别冲动啊！我现在自己要干什么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们跟着我会害了自己的。沈婉欣，你可是福星啊！只要跟着你，到哪儿都有饭吃的。什么？你们选他不选我？你们这群人的脑子被狗吃了吧？快，加快速度！林氏和厉氏的厂长都在路上了，我们必须在他们之前抢下沈婉欣！快！现在3大机械厂的厂长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你们跟着我，不仅吃穿不愁，还会成为人生赢家。你们现在还要跟着他们？3大机械厂的项目提成至少100万起步，这……你们都别跟着我走了，你们跟着我，说不定连饭都吃不上。你们跟着他，至少有饭吃。沈婉欣，没有人会跟着你走的，你该不会还以为自己是福星吧？看到没？这3位厂长都是来找我求合作的。你们好，我是顾氏机械厂的厂长陆婉欣。沈女士，沈女士，我代表沈氏集团，我代表厉氏集团，我代表林氏集团，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工厂。沈女士，我代表沈氏集团，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工厂。你们都要我加入你们的工厂？对，沈女士，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沈氏机械厂，年薪100万起步，条件任你开。什么？100万年薪？天哪！不愧是福星，这不，好运就来了嘛！沈女士，我代表林氏集团向你发出邀请，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工厂，年薪1000万，职位任你挑选。哇，这福星效应也太牛了吧！前脚刚刚离职，后脚就有3个厂长来抢人。沈女士，我也表达我的诚意，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工厂，我愿意把工厂50%的股份都交给你。50%股份，这不妥妥人生赢家？不管他们2家提出什么条件，
我沈氏机械厂都开出双倍条件。沈女士，你考虑怎么样？哎呦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沈女士，这是因为我们3家集团开出的条件不满意？没关系，只要沈女士愿意屈遵我们工厂所有条件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钳工，你们开出这么高的条件，是不是太高看我了？沈女士，你是福星，这可是众所周知的。顾风机械厂能走到今天，全靠你在。我相信你到沈氏机械厂一定会大放异彩。沈厂长，晚星可不只是福星，他的修理技术在我们顾风机械厂也是一流的。晚星，既然沈厂长这么诚心诚意的邀请你去他们工厂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沈厂长，不是我不想答应你，我的这些工友们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才被开除的，不能不管他们呀。沈女士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只要你愿意加入沈氏机械厂，你的这些工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厂里，我保证底薪高于顾氏机械厂的双倍。双倍，好。沈厂长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的这些工友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去沈氏机械厂？当然是真的，我相信你的工友也一定是人中龙凤啊！我就说嘛，晚星是福星，只要跟着他，我们一定有饭吃的。晚星，太谢谢你，没有你在，我这上有老下有小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大伙儿别这么说，你们能被沈总看中，是你们自身条件强。沈总，谢谢您的信任，我们大伙儿一定会好好干的。沈女士，有你在是沈氏机械厂的福气呀！那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带你们回工厂。等等，沈总，沈婉星就是个灾星，你把她带回去，一定会后悔的。陆姑娘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是非不分，光凭一张照片就把我开除了不说，还在这血口喷人。我血口喷人？你把照片故意放在顾总的抽屉里，分明就是想勾引顾总。我把你开除，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。沈总，沈婉星她品行不端，你可千万不能把她带回去啊！你笑什么？我笑的是，明明有人长着眼，却有眼无珠，把自己的发财树砍了还不自知。你说沈婉星，她就是个灾星，没有她，我们顾氏机械厂只会蒸蒸日上，反倒是你们沈氏机械厂把这么个品行不端的人带回去，恐怕只是自取灭亡罢了。沈女士的品行自有判断，就不劳烦这位女士费心。小人最爱搬弄口舌是非，别被这种人影响了心态。我们走。走。沈婉星，我倒要看看沈氏机械厂把你带回去能发生什么好事。陆总，不好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本来和我们签单的工厂全都要取消合作。什么？沈女士，这里就是我们沈氏机械厂，以后你把这儿当成家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和我说。谢谢您，沈厂长，我今天第1天入职，还请您多多指教。沈总，财务部让我来通知您，说咱们工厂接到了大量订单，还有很多海外的公司要跟咱们合作呢。你说的是真的啊？果然福星名不虚传呐！你一来到厂里，厂里的业务又复活了。沈厂长，您过誉了。沈氏机械厂的产品质量很好，这在业界是有目共睹的，这功劳我可不敢当啊。陆总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陆总，不但我们工厂的合作方今天大量撤单，而且工厂的机械突然都失灵了，我们现有的订单无法及时交付，那可是要赔钱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一下子所有的倒霉事都找上我们了？陆总，你说那个沈婉星，她不会真的是福星吧？她一走，全世界的霉运都找上我们了。沈婉星她就是个灾星，这一次一定只是个意外。可我听沈氏机械厂的人说，他们最近的订单量突然暴增。那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风水轮流转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嚣张多久。陆总，我刚刚听说沈氏机械厂的机械也都失灵不运转了。我就说他肯定是个灾星，有他在，准没好事发生。陆总，您高兴得太早了。沈氏机械厂的机械不运转，是因为订单量太大了，机械过载了。可我们厂的机械，是因为太久没接到活儿，机械都生锈了。立刻找人去修好我们机械厂的机械，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大的工厂还斗不过他沈婉星一个人。
可我们工厂的机械都是从花国进口的，只有花国的专家才懂得怎么修理。现在那些专家全都在沈氏机械厂，真是欺人太甚。这样，我现在就去沈氏机械厂，把那些专家请过来给我们看看。佐藤先生，麻烦你。不，让我来试试吧。婉星，你还会修机械？不瞒你说，我就是钳工出身，顾风机械厂之前的机械都是我修理的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反正华国人不靠谱，不如就让你先试试吧。好。慢着。沈婉星，你一个小小的钳工，怎么会修花国这种精密器械？你怎么不说你会造火箭呢？陆婉欣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厂子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我来找花国的修理专家去看看。工厂出什么事情了？是不是那些器械出问题了？沈婉星，你少在这装什么好人！你不过是一条被我赶出门的丧家犬，我不需要你的关心。谁说我关心你了？我是关心顾风机械厂那些器械。之前顾总都是让我管理那些器械的，现在我不在了，我要知道那些器械还能不能正常运行啊！就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？你怎么可能会修花国进口的精密仪器？沈总，你把这些机械给他修，这跟把钱丢进水里有什么区别呀？我相信婉星，他是我们的福星，只要他说了，我对他100%的信任。沈总，您真的这么相信我？现在工厂订单堆积如山，器械不修复就没办法出货，我已经火烧眉毛了。你告诉我，你需要多长时间能把这批器械修好？给我3个小时时间就行。3个小时？你说的是真的？这花国专家都要修理30天，如果你真的能修好，那真的是大福星啊！沈总，你可千万不要被这个老东西给骗了。他说自己是福星，你还真相信啊？或许以前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运气做成一点事情，但那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我们沈氏修理厂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，我相信婉星。沈总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沈婉星，别人说你是福星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哎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能凭借运气随便弄2下就能把这些器械修好了吧？福星？我从没说过自己是福星，大家都认为我是运气好，但这都是我多年来兢兢业业对待工作所换来的成果。沈婉星，你别怪我没警告你，这花国进口的精密仪器随便一台就要上千万以上，这可不是过家家。你要是弄坏了，你别赖着不赔钱。沈总，这……你不用担心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修，我会让律师起草一份免责合同，声明只要是沈婉星修理过的机器，以后有任何问题，责任归我，与你无关。沈总，有您这句话在，我一定拼尽全力修复这批器械。沈婉星，你一个半截都快入土的老不死，竟然还敢夸下海口，说什么能修好花国的精密仪器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闹出多大的笑话。不许动！这是花国的设备，只有花国人才能修，你不许碰！不是我说你们花国人也太不讲道理了！你们自己生产的设备出现问题，你们不管，我们找人来修，你又拦着我。修理这些精密机械的技术掌握在我们花国人的手里，你们不懂技术。如果你坚持让这个女人来碰我的机器，以后出任何问题，休想从我花国接口任何设备。你这简直是欺人太甚！早就说过，只有我们花国人能修这些设备，一台设备100万，你要是不肯出这个钱，怎么还怪我们？一台器械100万，这厂里这么多器械，不是要上千万？沈先生，
你是愿意出这5000万的维修费用，还是要这个女人来捧我们的机器？你自己选。但是我有必要提醒你，如果你让这个女人捧了我们的机器，那以后出任何问题就不要来我们皇宫接口任何设备。你这是霸王条款呐！我们讲理，但并不代表我们好欺负。沈总，他这是逼着你交出5000万的修复款。放心，我有信心能修复好这批器械。我愿赌上自己的尊严一试。万星，你赌上的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尊严，还有我们整个沈氏机械厂的尊严。如果这次能修理成功，我们就不用受制于人，也不会再接受他们的霸王条款了。当然不才，既然你们自学思路啊，求求你们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修理这种精密器械，只有我们华国人才能做到，出了任何问题，也只有我们华国人才能解决。万星，我相信你，上吧。修好了，咱们厂的所有机械全部都修好了。太好了，这下堆积的订单终于可以如期交货了。万星啊，所有故障的机械都修好了，你真是我们沈氏的福星啊！沈总，您那么信任我，我绝不会辜负您的期待。你居然修好了我们华国的设备，这些设备我们华国的专家都至少修3天3夜，你就花了3个小时。沈万星居然修复好了这些机械，他一个钳工怎么可能懂这些？通知工厂所有工人尽全力投入生产，争取把这2天落下来的业务都补回来。不行，沈氏恢复生产了，我们顾风也不能落下。魏大先生，我们顾风机械厂请您回去帮我们修理机械，沈氏不愿意出的费用，我们都愿意出。不行，我不能去。什么？魏大先生，只要您回去给我们修理器械，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。不行，我现在不能去。魏大先生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沈女士，我在维修界这么多年，你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维修师，你的水平远超我们华国的顶尖维修专家，请你收我为徒，我想给你学习技术。让我收你为徒？什么？魏大先生，你没搞错吧？你要拜这个女人为师啊？那我们顾风机械厂的机械怎么办？你们顾风机械厂的机械人气高明吧？我现在只想拜你为师。魏大先生，你既然诚心拜我为师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技术不是最重要的，一个人的人品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在我这里学完技术后，你经手的机械必须要负责到底，绝不能出现今天这种情况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沈女士。沈总，我为我今天的所作所为向你们道歉。万星，这次多亏有你在，你可真是我们沈氏的大福星啊！沈厂长，您这么信任我，我绝不能辜负您对我的期待。万星，你的实力让我刮目相看。哦，对了，明天陈氏有一笔十分重要的订单，我想让你陪我去。沈厂长，我就是一个钳工，您让我修机械还行，谈业务我真不在行。没事儿，你是福星，我相信有你在，陈氏的订单我们一定能拿下来。陆总，工厂一直接不到订单，资金链断裂，工资都要发不出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一帮废物，一个订单都签不到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陆总，我听说陈氏集团有一笔大订单，如果能谈下来的话，一定能让咱们机械厂起死回生。手下的人无能，就只有我这个老板亲自出马。陈氏集团的这笔订单，我一定要签下来。等顾寒哥哥回国，给他一个大惊喜。你们沈氏机械厂的订单我已经看过了，我非常满意。这批订单交给你们，我非常放心。陈总，谢谢你信任，我们沈氏机械厂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待。你们沈氏机械厂，我早有耳闻。你们本来只是一家平平无奇的2流机械厂，可最近一下突飞猛进，无论是业务规模还是产品质量，都达到了行业第一，这属实让我刮目相看。陈总，您过誉了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沈氏集团的这位福星啊！哦，福星？哎，我哪是福星啊？你们真是高看我了。
既然有福星，那这笔订单交给你们，我就更加放心了。我现在立马让秘书去起草合同。好啊，如果今天能签订这笔订单，那就太好了。等等，女士，请问你是？陈总，你好，我是顾氏机械厂厂长陆婉欣。顾氏机械厂厂长不是顾寒吗？什么时候换人了？陈总，你有所不知，顾厂长他已经出国参加研讨会了。我是代理厂长，今天来是来跟您签合同的。啊，陆总是吧？很抱歉，我们陈氏集团这一季度的订单已经交给了沈氏机械厂。陈总，您可千万不能把订单交给沈氏机械厂，他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二流工厂，是根本无法胜任像陈氏集团这样大的订单的。陆婉欣，你少在这污蔑人。我们沈氏机械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我们产品的质量绝对是业界第一。是啊，我刚刚已经看过了他们的财务报表和项目计划书，他们生产的产品确实让人眼前一亮。陈总，您好好想想，沈氏机械厂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厂，突然变成了行业第一大厂，您不觉得这其中有问题吗？他们这报表一看就是假的。什么？都是假的？你无凭无据，凭什么说我们的报表有问题？沈婉欣，你什么样子我还不了解吗？你自称是福星，可那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你还以为你真的能凭自己的本事接下沈氏集团这笔大单吗？陈总，我有我的人格担保，我们沈氏机械厂的报表不掺杂任何水分，您把订单交给我们，绝对可以放心。好大的口气呀！业务是要靠实力谈上，不是随便说一两句话就行了。陈总，今天无论沈氏机械厂提供的报价是多少，我顾氏机械厂都可以降1倍的价格。什么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陆婉欣，你这么低的报价是要赔本的。对于你们这种小厂来说，当然是赔本的买卖。可对于我们顾氏机械厂来说，这个价格完全没有问题。陆婉欣，你以低价扰乱市场，扰乱正常的商业竞争，你这简直是行业之耻。陈总，您看到了吧？我不过是报了一个比他们低的价格，他们就自乱阵脚。您还愿意将订单交给他们吗？这么低的报价确实让人很心动。陆总，你确定顾风机械厂能以这么低的报价接下我们的订单？陈总，您放心，只要你把订单交给我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既然陆总下定决心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订单交给你们。不行，陈总，您不能把订单交给他们。行，算了吧。可是他们顾风机械厂用扰乱市场价格的低价恶意竞争，我们沈氏机械厂不会同流合污。沈总，今天没有拿下这笔订单，让您失望了。婉欣，你不必自责，我们做事向来光明正大，失去这笔订单还有其他的。好吧。你居然把我们家祖传的青花瓷瓶给打碎了！我不是故意的。陈总，您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沈婉欣的人品，就是因为你没有把订单交给他，所以他就故意报复你。哼，没想到你们沈氏机械厂是这样的人。哼，哎呀，我祖传的青花瓷瓶啊！沈婉欣，这下看你怎么收场。等等，这是我爷爷在苏黎世银行给我留下来的遗产密码。福星啊，你是我的福星啊！我找了半辈子都没找到密码，居然被你找到了呀！婉欣，你果然是福星啊！恩人呐，我的大恩人呐，无以为报啊！我决定把陈氏集团未来3年的订单都交给你们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1个月了，终于回来了，也不知道婉欣把工厂管理的如何了。陈氏集团今日举行10个亿的签单仪式啊！我一直想和陈氏集团达成合作，之前就和婉欣讨论过这件事儿。难道我不在的这个月，婉欣帮我拿下了陈氏集团的项目合作？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！合作愉快，婉欣。顾总，婉欣，你真不愧是我的福星啊！竟然帮我拿下了陈氏集团的项目合作。陈总，感谢您对我们顾风机械厂的信任。顾总，您搞错了，我今天签约的是沈氏机械厂。沈氏机械厂？可婉欣是我们顾风机械厂的人呐。顾总，
婉星现在已经是我们沈氏机械厂的人。怎么可能？婉星，他说的是真的？顾总，您没听错，我现在已经是沈氏集团的人了。什么？这才1个月的时间呢，你怎么就成沈氏机械厂的人了？顾总，您不知道，您手下的人把我开除了，所以我才去了沈氏机械厂。开除你？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开除你？还有谁啊？就是这位。婉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顾总，我帮你代管工厂，是来跟你谈合作的呀。你一个保姆，凭什么帮我管理工厂啊？凭什么开除我的员工？什么？保姆？顾寒哥，是你临走前亲口跟我说，要我帮你管理好嘉禾工厂的。你工厂破产了？陆婉欣，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我要报警！陆婉欣，你涉嫌侵占他人职务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顾寒哥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能让他们抓我呀！陆婉欣，你一个保姆，趁我不在，不仅开除了我的福星，还把我的工厂搞破产了，这是你罪有应得。顾寒哥，我真的都是为了你好，我真的都是为了你好。顾寒哥，这可怎么办？福星也没了，工厂也没了。顾总，您放心，虽然我被开除是阴差阳错造成的，但是我一定会帮助你重建工厂。婉星，谢谢你，只要有你在，我就知道希望还在。